火车上，这个女孩单身太久急眼了，她环顾四周，期待能有位帅哥坐在自己身边。这时，一个满脸胡子的男人走了过来，可却被女孩冷漠的眼神吓跑了。随着时间快速流逝，女孩脸上的失望越来越多。可就在火车开动前1秒，一个英俊帅气的男孩走了过来。女孩的热情并未得到回应，男孩坐在了走廊的另一边，这让女孩尴尬又失落。她假装在看书和打电话，却忍不住的偷偷瞟向旁边。随着男孩对面的女人到站下车，女孩心中窃喜不已。Back in the game. So long, Jolie. 就在女孩不知该怎么和男孩搭讪时，乘务员推着零食车走了过来。This is crazy, right? 女孩害羞的低头，假装继续看书，没想到男孩却主动开口，打破了冰点。此时正处于疫情爆发初期，两人都因此停业回家。随着话匣子被彻底打开，他们也渐渐认识了彼此。男孩叫卡尔，是一名设计师，因为疫情导致好几个月都没有收入，此次是要去哥哥家暂住几天。而女孩叫安妮，是一名在读大学生。随着继续交谈，安妮竟然彻底爱上了这个初次相识的男人，甚至已经产生了要把他拐回家的念头。Invite him to your mother's house. It's perfect. Shut up. You just met him like 2 minutes ago. 卡尔说，歪着头聊天，脖子有点痛，问安妮是否可以坐他对面。安妮巴不得他离得近些。等卡尔坐过来后，他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的迷惑。When you first got on, how come you sat over there with her when you had the option of the 2 tables? I just prefer to sit facing the direction we're going in, that's all. Now you're sitting the opposite way. Yeah, but I'm facing you. 磁性而又温柔的声音让安妮脸上笑容洋溢，她主动与卡尔换了座位，开始了进一步的交谈。安妮发现这男人无论从三观还是兴趣爱好，都与她完美契合，这简直就是她心目中最理想的男朋友。短短几分钟，她甚至连孩子叫啥都想好了。两人越聊越开心，就连空气中都飘散着爱情的气息。悠扬的歌声忽然响起，无论是歌词还是曲调都极为应景。Meet you, it's impossibly cute. Unfolding, don't you there? Meet you, it's disgustingly cute. Open up and get in their way. They're just strangers on a train. They're just strangers on a train. Fight them alone.欢乐的时光总是那样短暂，两人全都到了站，他们多希望能永远停留在这一刻，却又不得不分别。I guess we should get off now. Suppose we should. Yes, you should. 两人一起下了车，在喧闹的车站结伴而行，脸上却渐渐没了笑容。他们都想要对方的联系方式，却都不敢最先开口。Bye. So long. Wait! Oh, I thought they treated No, no, no. Meet me here on the 28th. Right here. The 28th. 2 weeks from now. I'll be here. You're amazing. I'm so glad you got this train. You sure don't want my number? I'm sure. You'll show up. 卡尔觉得此时确定爱情太过唐突，两人都需要一段时间来冷静和仔细考量。若真的有缘，真的彼此相爱，28号那天一定还会再次赴约相见。他们击肘为盟，各自转身。可刚回到家，卡尔便后悔了。仅仅过了1个小时，他就忍不住想和安妮联系，却苦于没有电话。哥哥也骂卡尔太古板，看似是做了件浪漫的事，殊不知2周的时间，足以让本可以相爱的人错过彼此。 She's not gonna show, trust me. She's a lady. She's gonna wake up and forget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you each day, and meanwhile, you'll do the opposite. This is why God invented phone numbers. To keep reminding her of you again and again. 卡尔心中也泛起了嘀咕，害怕28号那天见不到安妮。若是时光能够重来，他一定牢牢记下心爱女孩的电话号码。而与此同时，安妮也在和母亲讲述火车上的事。母亲开心地说，之前还担心眼光太高的安妮会孤独一辈子，这也是她一直母胎单身的原因。没想到坐趟火车竟然能遇到爱情，叮嘱她一定要牢牢把握着来之不易的爱情。
不知不觉中到了睡觉时间，可卡尔却靠着墙壁发呆，仅仅分开了6个小时38分42秒，他却已经得了严重的相思病。他拿起手机，假装给安妮编辑短信，上面写道：还忍不住的想起你，晚安。能有个牵挂的人，这种感觉很是新奇，嘴角忍不住勾起笑意。可因为没有号码，短信注定发不出去。而与此同时，安妮一直在等待电话。虽然在机场她没有来得及把电话号码说完，但她却一直祈祷着能发生奇迹。可每次兴奋地将手机拿起时，看到的永远都是垃圾短信。她觉得自己快要疯了，为了排解心中的思念，只好对着手机录音。 Hi, my stranger on the train. Didn't get your number, so I can't leave you a message. But if I could, I would say, thinking of you. 为了能让时间流逝得快一些，两人都决定做点什么。卡尔选择将整个人投身于劳动中，而安妮则选择用书麻痹自己。爱情让两人始终精力充沛，做着平日里从未做过的运动。可好不容易到了约定好的日子，疫情却进一步恶化了，所有人都不能进入公共场合，一些重要路段更是严禁通过。安妮因此有些退缩了，她不知道卡尔是否会想尽办法去火车站和她相见，怕自己到时候一个人傻傻的站在那里。母亲得知她要退缩，情绪立马激动了起来。她说早就把今天要见面的事和邻居说了。 What? The whole street is on tenterhooks. 而与此同时，卡尔和哥哥借自行车去见心爱的女孩，可哥哥却说没有哪个女孩会等一个陌生男人2个星期，他今天绝对不在那里，劝卡尔趁早死了这条心。见哥哥不愿借车，卡尔想了想说道 If she's not there, I'll pay your rent for the next year. 一听这话，哥哥脸上立刻笑容灿烂，两人同时朝着同一个目的地努力骑行，心中全都充满了浓浓的期待。可疫情比他们想象中的要严重，到处都拉了封锁线。卡尔本想偷偷溜过去，却还是被眼尖的女警官看到了。无可奈何，卡尔只好选择用真情打动警官。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仔细说了一遍，期待这么美好的爱情故事能打动对方。 Wow. I've heard a lot of excuses today, but that really is quite touching. Right. No, it's the most stupid thing I've ever heard. 见警官发了怒，卡尔只好悻悻离去。安妮也同样只能原路返回。她觉得一定是上天都不赞成这段缘分，脸上充满了落寞与哀伤。当邻居知道安妮今天没见到爱人时，也全都遗憾地摇了摇头。卡尔无助地坐在台阶上，仿佛被抽空了所有力气。他很清楚，若今日不能如约相见，他和安妮可能这辈子都无法再次相遇。这是他第一次对一个女人如此动心，他不想就这样失去爱人。恍然间，卡尔想起了安妮在火车上曾接过一个快递电话，他和快递员说了居住地址。 Cowslip Lane. Oxman Town. Yeah, the Oxman Town Road one. Oxman Town Road. Oxman Town Road. 卡尔相信，只要找到这个地址，就一定能找到心爱的女孩。他赶紧开着哥哥的车找过去。好在这条路上并未被封锁，地址只是个大致范围。他不确定安妮到底在哪栋楼哪个房间，于是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，甚至为此买了好多矿泉水。一发现有人出门，他就赶紧探出车查看。可一次次失望过后，卡尔逐渐焦急了起来。他忍不住下了车，靠在墙上苦苦等待。而影片也在缓缓拉远的镜头中落下帷幕。有人说，人生总是充斥着各种意外，但最迷人的还是与心爱之人在不经意间的相遇。有些人一旦遇见，便一眼万年；可在默契的灵魂，也需要在日复一日的呵护中，成为彼此的唯一。一见钟情的爱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存在，所以更应该拼尽全力的去珍惜。藏在心里的只能叫幻想，握在手心的才是幸福。好了，这里是野人电影，喜欢的关个注，谢谢。